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华史略。提起王羲之，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把酒临风、挥毫泼墨、雄姿英发的东晋美男子，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《兰亭集序》的作者，是他那些气势如虹、矫若惊龙的传世书法神品。没错，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，而书圣这个头衔还真不是王羲之那个时代人们给他封的，而是随着中国书法历史的不断发展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王羲之的伟大所在，于是人们对于他的膜拜就变成了对书圣膜拜的这个地步。因为书法领域的成就过于光彩照人，以至于掩盖了王羲之的真实面貌。如果摘掉书圣的头衔，历史上真正的王羲之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东晋王朝的建立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，在西晋地方势力与北方少数民族一片混战之下，司马家的皇室成员与当时的大氏族集体南迁，并在氏族势力的支持下偏居江南，建立新的王朝。在这之中，尤其以王谢两家的势力最为强盛，以致后来被称为司马天下王家党之说。王羲之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，他是东晋三朝重臣王导的堂侄，朝中有人好做官。等王羲之长大成人，他一出世便为秘书郎。当时的科举制度还未产生，凭借着家族的声望，在征西将军耿亮的引荐下，王羲之迁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不料王羲之离开无锡家母，赴江西的上任途中，却遭原江州刺史的追杀，不能上任。愤怒之余，游历庐山后就返家并辞官。后来王羲之做官做到护军将军、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。王羲之是东晋王朝时代名副其实的高富帅，家里有钱有势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人长得也玉树临风，更重要的是还能写一手好字，简直堪称完美。在个人问题方面，王羲之历来不用担心，于是就发生了后来传为美谈的东床快婿的故事。从入仕为官到以后所在任上，由于王羲之不爱钱财，不愿为他人所用，总能屡建功勋，因而声望鹊起。朝廷多次招他入朝，但均被他回绝。其实他是不愿在皇帝及公卿面前受拘束，喜欢那种将在外有所不受、相对自由的环境，这与他放荡不羁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一个人的性格或者人格往往都具有两面性，下面我们就通过正反两面来看看不同的王羲之。正面，深谋远虑，心忧天下。王羲之虽然希望远离朝廷，但是他心怀天下，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计民生。当殷浩出任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参与朝政，要领兵北伐时，作为旁观者的王羲之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认为北伐必败。王羲之给他写信，劝他不要贸然出兵。殷浩不听劝阻，坚持领兵北伐，结果被姚襄打得大败。后来殷浩为了挽回面子，图谋再举。王羲之得知后，再次写信给他，结果依旧劝阻无效。最终殷浩北伐屡战屡败，号字巨大，最后被废为庶人。王羲之在担任会稽长史时，东部地区发生荒灾，他负责赈灾，多次给朝廷上书请求免除当地的徭役赋税。他给当时的尚书谢安写信，希望朝廷对治理漕运的事情下达规定的期限，交有关部门办理，不要再催逼下级官吏，只需到年底考核成绩的好坏就行了，否则将会造成贪官污吏横行，赈灾名存实亡。但是当时的朝廷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让王羲之忧愤至极。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王羲之对当时形势分析准确，谋虑深远，以及对国家政令畅通、惩治腐败的建议，应该说都具有积极的一面，可惜未被当权者采纳。但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他运筹帷幄、忧国忧民的那份屈原般的爱国之心。反面，刚愎自负、目中无人。王羲之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能做一个成就斐然的文艺家，却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，
因为他为人傲慢，经常因为刚愎自用、目中无人而得罪同僚甚至上司。这样，最终王羲之被迫走上隐士之路，从此醉心于书法和修仙炼丹，不再过问政治。公子哥习气的王羲之出自琅琊王氏，门第高，出身好，而且与皇家关系密切，与司马共天下。他少年聪慧，学问好，人长得帅，有才又有颜，就有点比拟天下，舍我其谁的傲气。太尉西涧想要在王家给爱女选门亲事，就先派管家去搞了个预选。王家子弟一个个都穿上正装，人五人六，王羲之却毫不在乎，衣衫不整，袒胸露腹，躺在床上若无其事。西涧一听汇报，当即决定这小子好，就他了。这就是东床快婿的典故。从这个故事里，我们可以看出王羲之的豁达，称得上是真名士自风流，同时也可以看出王羲之的自傲、自负和一身的公子哥习气。他也许觉得这是西家姑娘高攀了他们家。这种公子任性使气，在他进入官场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。王羲之认为自己出身的琅琊王氏才是真正代表王氏的正统名门，故瞧不起太原王氏出身的王树，因此两人的关系势同水火，且互相看不顺眼。王羲之发现王树之子王坦之是聪明优秀的国家栋梁，反观自己的儿子们是一群除了书法外近乎一无是处的废柴时，气急败坏，痛骂他们一群人都不如一个王坦之。在会稽任上，恰逢时任会稽郡内史王树的母亲去世，在他守孝期间，王羲之接任会稽内史。由于他素来看不起王树的为人，在王树哭灵守孝的日子里，王羲之多次放言要去吊唁，却只是雷声大雨点小，迟迟不动。有一天他突然造访，也不让门人通报，径直走到灵前进行哀悼，旋即转身离去。按古礼，吊丧而不与丧主会见，是有怨气和失礼的表现。王羲之非但不以失礼为羞，反在宾朋中大放厥词，说王树不过是个尚书材料，到老也就只能混个仆业职位，现在当个会稽内史就不知所以然了。无巧不成书，老天却和王羲之开了个玩笑。等到王树守孝期满后，出任扬州刺史，直接成了王羲之的顶头上司。王羲之羞耻难耐，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当即派人到朝廷请求分立会稽郡到越州，想摆脱冤家，使者无功而返。事情又没有办成，大为实贤所笑。后来王树到会稽郡问及刑狱情况，颇为严厉，主管官员被质问得狼狈不堪。王树当下命令王羲之做主进行处理。王羲之深感羞愧，满腹感慨，长嗟之余，称病离开了会稽郡，来到父母坟前，发誓不再做官，死后终身不仕。通过以上的故事，大家基本了解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王羲之。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